此时天光乍亮，金黄明媚的阳光挤过层层树叶间的缝隙，形成一道圣洁的光束，如精心计算过般地照在了沈建清身上，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我迟疑着说，如果你有什么烦恼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们是朋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沈建清走近我，洁白的牙齿咬着下唇，看起来像个无家可归又受尽欺侮的流浪狗。如果说是流浪狗，那也是个漂亮的狗狗。他低低地叹息一声，沉默了很久之后才说，她叫婉莹，是首领的孙女。果然，那天的老人就是这里的首领。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够违抗首领的意思。首领就是这小小天地的主宰，神明。这简直可笑！现在都是自由社会了，怎么还搞封建土皇帝那一套？他们欺负你了？我一把握住沈建清的肩膀，关切地问。他比我高了一大截，虽然身形纤薄，但这个保护性的姿势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吃力。要是沈建清再矮上那么一点儿就好了。这个想法蓦地钻进我脑子里。沈建清垂着脑袋，缓慢地摇摇头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点点头。这个模样，不就是小孩受了欺负，心里委屈又不敢说的样子吗？我笃定了心里的猜想，说：你别怕，现在外面已经是法治社会了，没有人可以随意掌控你的意愿。他们如果还敢欺负你，我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沈建清闻言，睁着一双无辜清澈的眼睛看我，满怀希冀地说：真的，外面真的这样。我坚定地点点头。李玉泽，你不会不管我，会一直帮我。当然，得到我的保证，沈建清终于敞开心扉。我和婉莹算是有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从16岁开始，她就一直纠缠我。她是首领的孙女，我只是个死了爹妈的人。我为了避开他们，只能搬去了树林里独住。可这段时间，她的纠缠越来越深，首领也在施压，我真的快透不过气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的没了父母就失了依靠。这种行为和逼婚、抢亲有什么区别？沈建清说到底还是个年轻人，前半辈子就局限在这方寸天地，心思单纯澄净，哪里能斗得过他们？我越想越同情他，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。之前他们之间氛围就怪怪的，沈建清这么好，这么心善的人，却对个姑娘眉不是眉，眼不是眼，我就猜里面藏着事。你别急，我笨拙地安慰，这种事情我只在电视剧里看过，生活中哪里碰到过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帮我。沈建清说到最后已然带了哭腔，或许是心里长期积攒的委屈终于爆发，或许是不愿意自己狼狈的一面被我看到。他猛然抬手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将脸藏在了我的肩膀上，不让我看。他用了很大的力气，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。我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么清瘦的身躯居然蕴藏了这么大的力气。他胳膊就像2个钳子，箍得我两臂生痛，挣脱不开。但我也没有挣脱。在这个时候拒绝他的求救性的拥抱，那我就太不是人了。我也不太会安慰人，只能轻轻抬起胳膊肘，上臂被他箍着完全动弹不得，拍拍他的后背，做着最简陋的安抚。我们一时就这么静默地站着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林中静谧清幽，连个鸟叫声都没有。沈建清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只觉得肩上慢慢的温热一片，应该是他的眼泪。他的呼吸就响在我的耳边，很低沉粗重，像是压抑着什么。我看不到他的脸，
但也知道他肯定不想我看到他泪水满面的样子。这样一个少年，连哭都不敢放开声音哭，真可怜。我更加同情他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，离开这里？沈剑清摇摇头，脸颊的皮肤摩擦着我的脖颈，温热酥痒，连带着我的心也痒痒的，像有什么东西要悄悄地生长起来，难以忽视却也难以名状。我不能离开这里，是敌山，是我一辈子不能离开的地方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有再劝。其实话刚出口，我就发觉这个提议非常不妥。他这样一个大活人出现在社会上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任何信息，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，根本活不下去，连工作都找不到。我可以帮助他一时，但总不能承担他的一辈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视线一抬，忽然看到刚才那只绯红的虫子又爬到我面前的这棵树上，停在我们脸颊边，不动了。这虫子浑身绯红，4条纤细的足，背部有自然的纹理，看起来妖冶美丽，却危险性十足。我生物学得不好，没见过这类虫，怕它跳到我们身上，即使没毒，咬出一身包也不好。我不敢用手触碰它，只说：沈剑清，这里有个虫子，我们去那边吧。沈剑清终于把脸从我肩上抬起来，他脸上泪痕应该是干涸了，但双眼绯红，看着好不可怜。说来也奇，沈剑清只是看了一眼，那虫忽然就不情不愿地摆动4足，跳下树干，隐没在了厚厚的落叶里。没关系，虫子在我们这里很常见的。我说，要不要下山了？秋露、小温他们找不到，我们肯定着急的。沈剑清这样，我也没了继续上行的心情。沈剑清理了理自己的衣服和头饰，瞪着兔子一样的眼睛，局促地说：让你看笑话了。你不会嫌我啰嗦不耐烦吧？怎么会？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？沈剑清这才露出个心满意足的笑，只是声音低沉：谢谢，虽然你帮不了我什么，但还是很谢谢你。我既不能带他离开，负担他的一生，也不能阻止这里面的人对沈剑清的压迫。其实沈剑清这句话并没有说错，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？如果我可以做到，我一定帮你。我只能许下一些口头的承诺了。沈剑清说：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是等我想到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忘了今天说的话。我只当他没有安全感，他帮了我们这么多，我自然无有不应。下山的道路远比上山要艰辛危险得多，阶梯陡峭，而且有的石板还并不稳固，镶嵌在泥土里却不断摇晃，山道连个扶手都没有。我吓得颤颤兢兢，小腿肚子上的肌肉很快就酸痛得不行。沈剑清神态自若，显然对这样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也对，他连那么危险的悬崖铁索都敢爬，这样的山道对他而言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想到那悬崖铁索，我就忽然意识到，那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唯一一条离开这座苗寨的地方。可这里的人都不出去，那实际上也并不需要这条铁索。可我们遇见沈剑清的地方，也是在洞江苗寨。我不由问：沈剑清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洞江苗寨里，你们不是不会离开这下面吗？怎么会修那条铁索？沈剑清轻声说：那不是寨子里的人修的，那是我父亲修的。我一愣：你父亲不是士敌苗寨里的人。我又想到了那条飘荡在石拱桥头的红绢带，
它上面方方正正地绣着一个沈。沈建清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我父亲是外面的人，只是机缘巧合误入了士敌苗寨，就像你们一样。他在寨子里爱上了我的母亲，所以便长久地留了下来。只是他后来生了病，一种很严重的病，卧床几年之后就死掉了。我常心里好奇，所以在夜里攀着铁索去外面，趁天没亮再回去。村里人都不知道。你的汉话是你父亲教的？”“他教过我一点，只是后来他生了病，我就不常见他了。更多的是我在外面听外面人讲时学会的。奇怪，他父亲只是生病卧床，怎么会不常见到？也可能是不能见风的疾病。还是换个话题，别戳他的伤心事了。那你很聪明，学汉话很难的。”沈建清哼笑一声，说：“我其实心里很感激我父亲，他赋予了你生命，你当然应该感激他。”“不。”沈建清毫不犹豫，截然地否定，“我只是感激他留下了那条铁索，让你能探索外面的世界。”他沉声说：“让我能遇见你。”我的心不受控制地突突蹦了2下，骤然乱掉的节奏让我呼吸发紧，胸口滞闷。如果她是个女孩，这句话就近乎于表白了。我听过的表白话语很多，见过的好看的人也很多，但没有一个让我如此刻这般慌乱。我来不及深想什么自己会这么紧张，只尴尬地说：“这样的话不能随便说，放在外面，女孩子会以为你这是在暗示表白。”沈建清低沉的笑笑，那笑声仿佛是从胸腔里发出的，带着意味不明的暧昧。他也没有解释。当然，我们2个都是男孩子，他并不需要做出任何解释。我没再敢看他，只专心脚下的山道。所幸这一路有惊无险，我们平安地到达了山下。一下山，刚好碰到秋露一行人，他们被一群寨民簇拥着，欢欢喜喜地走在一起。虽然他们语言不通，但肢体能够传达足够多的信息。我远远看着他们几个脸都快笑僵了。其中一个穿深灰色苗服的年轻男人跟在温灵玉身侧，时不时用眼睛去瞟他，那眼神着实不清白。温灵玉也似有所感，直往秋露身边躲，但秋露也是个大大咧咧的，一点没发现好朋友的异常，反而还在手舞足蹈地和几个苗族女孩交流着什么。不知道他们语言不通，能够说清楚什么东西。温灵玉不安地攥紧了秋露的衣角，不敢和身旁的男人目光对视。我跳下最后几级台阶，冲着他们大声喊道：“小温、秋露、徐子荣，我在这里！”温灵玉一看到我，眼睛都亮了，像看到救星似的，2、3步跑了过来。秋露还在和身边的女孩儿们表达着什么，但她身边的女孩看向我们，脸色厉变，笑意僵硬在了脸上，上前也不是，退后也不是。你们怎么了？秋露迷茫地转过头，向我招手。李玉泽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和沈建清迎上前，还没说话，那几个年轻男女就冲着沈建清点点头，局促地互相左右看看，都不说笑了。我想去高处拍照，刚好遇到了沈建清，就一起下来了。我解释完，问道：“你们怎么走在一起的？”秋露扬起笑脸，这里的人可热情啦，知道我们不是坏人后，就带着我们去吊脚楼里逛逛。我说：“你们话都说不通。”徐子荣揽着秋露，我们都是靠眼神交流的 ，OK， 看我真诚的眼神儿。说着，他冲着我眨了眨眼，表情浮夸油腻。这时，
一直跟在温玲玉身边的年轻男人上前来，与沈建清说了句什么。沈建清脸色严肃，很缓慢地点点头。见沈建清点头，那几个年轻男女拍了拍秋露的肩膀，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吊脚楼。秋露明白了他们的意思，连连点头，还摇着手说拜拜。他们转身而去。沈建清说，刚刚他说，首领邀请你们参加明天晚上的砍火星仪式。什么是砍火星？秋露好奇地问。沈建清说，这是我们族的特有仪式，会呼唤已逝的族内英雄重归故地，保佑。保佑什么？我问。保佑这一年诸事顺利，无灾无难。徐子荣高兴起来，我们运气还真不错，一来就遇到这么大型的节日活动。沈建清不置可否。时间一转而过，我们趁着天色没有暗下来，回到了沈建清的吊脚楼。今天拍摄的照片很多，有人有风景有建筑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爬到山顶，去俯拍一张这村寨的全景。以后总有机会的。我想，我回到房间后开始做整理工作，把一些多余的、拍废的照片给删除，为下次拍摄预留存储空间。翻到最后，我看到了今天拍摄的第一张照片，也就是我教沈建清使用相机的时候作为示范所随意拍摄的那一张。画面是青灰的吊脚楼，镜头刚好冲着沈建清的房间，所以画面中央是沈建清被推开的小窗。我本打算直接删除了，但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窗上似乎放着一个奇怪的东西。我两指放大了画面，凑近了相机仔细研究。那是一个灰黑色的钟，目测有碗一般的大小，但深度比碗要深得多，上面还有个黑色的盖子。钟的侧面有一些花纹，用浅金色的纹路刻画着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，蝴蝶的另一边则是半只虫子的形状，另外一半隐藏在了镜头拍摄不到的角度。我忽然生出了奇怪的想法，直觉这个东西绝不简单。想了想，耳畔蓦地浮现出阿离曾经说过的话，我们是不会，但是敌山里面的人未必不会，是敌山里的苗族会下蛊。当时我们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消遣谈资。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句话的可靠程度了。世人对于苗族下蛊的了解，都只存在于口口相传的故事里，谁也没有真的见过。说实话，不好奇是假的。如果我能够证明苗族蛊毒是真的，如果我能够向世人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蛊，那我们这次出行的意义将是里程碑式的。不过今天已经晚了，天色都快完全黑下来，再去打扰沈建清实在不应该。而且想到今天的那个拥抱和沈建清暧昧的话语，我就忍不住心脏多砰砰跳2下，不想夜里独自去见他。还是早点休息吧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叹口气，默默躺上床。山里的生活没有电，没有网，对于习惯了高科技生活的我们来说都太过枯燥。天色一黑下来，就只能靠寥寥的蜡烛来照明，除了睡觉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。我躺在床上，睡意全无。一轮明月挂在漆黑的夜幕里，反射着来自于遥远太阳的光线。今夜月光大好，照在树林里，把树木的阴影投进了屋里。借着月光，我也模模糊糊能看清屋里。实在睡不着，我干脆爬起来，坐在窗下看月亮。今天应该是农历接近15了，月亮浑圆明亮。偶然有浮云遮住月亮，但也会很快就消散掉。或许明天又是个好天气。我的头懒洋洋地靠在窗台上，视线下移，
忽然发现窗台的横木上有着一道道奇怪的刻痕。这是……我凑近了，借着月光查看。窗台是由整块木头抱制成的，在岁月的洗礼下生成了自然的光泽。而在窗台的侧角，有着一道道叠加在一起的痕迹，这显然不是刀子留下的，因为刀痕会深且利。这里的痕迹浅显而杂乱，倒像是人的指甲划出来的，像是人用指甲一遍又一遍在窗台上抓挠，然后留下的痕迹。我试探着用手摸了摸，发现这个位置右手大拇指很方便施力，得失眠成这么样子才能无聊地留下这些痕迹。我低低地笑了一下，想象着这个房间的上个住户失眠的形态。坐了一会儿，困意上涌，我打了个呵欠，爬回了床上。但今晚的觉似乎是注定睡不好了。我刚睡着，梦境就缠住了我。我好像又回到了士迪山的森林里，从小溪出发，然后循着徐子荣留下的痕迹，最后完全迷路。密林里风动树摇，暗影幢幢，树叶沙沙地响，与脚步声融为一体。一切危险的事物都藏在看不见的角落里。我机械地挥动着手里的树枝，探寻着莫测的前路。忽然，手里触感一软，我的树枝触碰到了一个生物，它嘶的一声，从藏身的树叶下探了出来，是一条乌黑的蛇。我们按部就班地与蛇对峙，它弓着身子，弯曲起来，做出一个攻击的姿势，信子时不时地吐出，分叉的舌尖恐怖诡异。它那乌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盯住了它的猎物。那双冷血动物的瞳孔里没有人类会拥有的情感，任何与之对视的人都会不寒而栗。我一动不敢动，等待着它的退却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它并没有退走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开始心底发慌，呼吸不畅。突然，我眼前一花，那蛇趁着我不防备，猛地扑了上来。它的身躯诡异的凌空膨胀，扑到我身上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条乌黑的蟒蛇。它迅速地盘旋在我身上，用敏捷而柔韧的身躯绞紧我的身体，一圈又一圈，完全没有逃离的空隙。我倒在地上，抬手抓住黑蛇恐怖的脑袋，防备它的血盆大口。我艰难地回头一看，身后哪里还有伙伴们的身影？秋露、温玲玉、徐子荣，没有人回应。我命休矣。黑蛇浑身布满蛇鳞，我双手掐住它的头，触感冰冷滑腻。它一时不能咬住我，但却并不慌张，只是不断收紧它宛如没有骨头的身躯。被蟒蛇绞住的生物，要么窒息而死，要么被勒断肋骨而亡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必死无疑。每呼出一口气，蛇尾就收紧一点，最后胸腔被挤压到了极致，没有一点呼吸的空间。窒息感越来越强烈，死亡的阴影随之降临。我心底绝望，手中一软，那蛇的头挣脱了我的束缚，毫不客气地张成近乎180度的恐怖角度，一口咬在我的脖子上。不！我惊叫一声，猛地从噩梦里挣脱出来。梦的余韵还没有完全褪去，我甚至还能感受到痛。捂着脖子翻身坐起，胸口因为剧烈的喘息而起伏。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我恍恍惚惚地终于意识到，这只是一个梦。太好了，只是一个梦。可一切太真实了，我脖子甚至还隐隐作痛。抬起手触摸，我发觉我的脖子好像真的有一块高低不平的地方，像是一块鼓包。我翻出关闭的手机，用能够反光的屏幕当作镜子照了照。我的脖子上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红色斑痕，应该是被虫类叮咬后留下的痕迹。
阿爸死了之后，阿妈的国王就再也压制不了重庆了。阿元，你给我滚蛋！我去蒙他！ 阿青阿娘你打你莫嗲白嘎姐，뭐뭐好你？莫嗲嘎是娘亲喏，阿达蒙牌，阿青姑谁谁做紧喏？你看看我，阿妈的决定，没人能够改变。但我也不想看到阿爸就这样朴实荒野。你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阿妈，你来做什么？阿爸说，今天要带我们一起去钓鱼，他就在那边的桥上等我们。阿元说的，他要带我们一起去。跟我来。一起去，如果不是秦国，我们一起去。阿爸还能多活2年。杨琪，阿元班嘎就蒙牌。阿元好久没带我去钓鱼了，阿元肯带我一起去。阿元在等我，阿元在等我。四月阿哥，你在哪里？四月阿哥！搞什么？我跟阿元是真心相爱的，别埋他，别埋他！杨琪，我要回来看他，我怕我看不到了。如果你以后千万不要用情蛊。我知道的，阿妈，我不会。阿妈，我以后也会有喜欢的人吗？你以后啊，也会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，就像阿妈遇到你阿爸那样，遇到了就知道了。啊，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长佩文学，何玉原著，猫耳 FM、唐黎文化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秦蛊》第3期，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李玉泽，你终于来了。走吧，我现在带你们去村子里借东西。方便吗？如果不方便，我们就这么住也可以的。没什么不方便，他们会很欢迎你们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那咱们走吧。好。之前我在山崖上见过你们寨子里的炊烟，还以为就在这附近呢。你们寨子离这里大概多远？就在山那头，不远。吊脚楼依山而建，山脚下遍地都是芦苇。绕过山脚有一片竹林，拐过一个弯是一条河道，上面有一座石桥。河对岸是农田，现在看过去是青绿色的一片，层层叠叠，特别好看。这里居然还有这么美的地方！绝对是仙境。
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！真的很美，人杰地灵。这么美的地方，才能养出这么美的人吧？和你们生活的地方比呢？这不一样。我们生活的城市科技感很浓，污染也相对严重。这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。那让你选，你会留在这里吗？我玉泽，你看那边，田里种的是不是棉花？还有，那是什么鸟？是画眉鸟吗？啊，好像是吧。你眼神真好，我都没注意。让我选，我还是想回家。这里好是好，但顶多当个度假的地方。毕竟这儿没信号，也没 WiFi 的，连个电器都没有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露露在哪里，我就甘愿在哪里一辈子。真甜。我觉得这里很美，很适合生活。如果可以，我倒是愿意留在这里。玉泽，你呢？我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，这对我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。我不会有这种选择，所以不知道。是吗？如果你没有选择呢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我带你们进去。这就是你刚刚说的石桥吧？扶手上怎么绑了那么多红绢带？哎，这些绢带是干什么的呀？有些都褪色。别动！好疼！你干什么？露露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小子！哎，你别去，我真的没事。抱歉，这些红绢带是禁忌吗？太紧了，他怎么也不推开一点？他居然在笑，是在笑我吗？这里的每一根红绢带，都是一位死去的故人。这原来是。这里土地有限，所以死去的亲人都会火化掉，骨灰撒进河水，再在桥头绑上红绢带，寄托思念。我们相信，原来是这样。亲人的灵魂随河水飘荡。难怪刚刚秋露想碰的时候，当再次经过瞬间性反应这么大。红绢带会提醒他们，这里就是家乡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些习俗，我就看着挺像那些景区里面圈钱用的红线树啊、姻缘锁什么的，还以为这个也是。哎，实在对不住啊。你不知道，可以不怪你。我们过去吧。有个魔鬼，有个魔鬼。这些红绢带上都用暗红色的丝线绣了字，大多数的字我都不认识，可能是苗族的古文字。那条绢带上绣的好像是个汉字。李玉泽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知道来龙去脉了以后，感觉怪吓人的。我倒觉得这种习俗很美好啦。我可欣赏不来这种美好。你呀，哎，这里用来铺路的石头都打磨得很细腻啊。这田里面种的都是啥呀？肯定费了不少长得还怪好功夫吧。的。
好像是水稻和玉米吧，别的我也认不出了。这些石头走起来。这里是耕种的地方，从这里穿过去是聚居地。哦，我们要从田里穿过去，这里路比较窄，一个个过吧。好。这条土路踩上去软软的，还有杂草。你们看，前面就是吊脚楼群。哦，哇，好壮观啊！姐姐呢？我点个楼。那个女孩是在喊你吗？不用管她，但她好像是你的朋友。只是认识的人罢了。是呢，说的呢。姑娘你好呀。姑娘起来呢。蒙娘羊盖内的党卡，抢盖内小妞。蒙啊。哦。他怎么了？我让他去叫村里人出来迎接。迎接？不至于吧？会不会太大阵仗了？他看起来跟你很熟的样子。不熟。我们走吧。感觉有很多都值得写进调查记录里来。这里的吊脚楼跟我们在豆浆苗寨见过的就很不一样。哎，公主女，我们在观察寨子，寨子里的苗人也在观察我们。就看不见腊肉。到了。哥。杨老，这个老人是谁？看起来地位很高的样子。哎，公主女，这些人的眼神好凶啊！别怕，露露，有我。玉泽，这些苗人怎么感觉来势汹汹的？沈年青，你确定他们是在欢迎我们吗？你们放心，既然是我的朋友，他们就不会为难你们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吧，姑且信。公母求，故你挑弄勇拜，阿西，阿娘呢？本故你娘那侬。公叫本你大气的，蒙弄阿亲我啊！有阿挑阿亲。沈剑清在跟那位老人说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但两人的表情都好奇怪啊。听不懂。别看我啊，我更不懂。阿基呢？塞莫大巴仔。他说什么？这是我们寨子的古苗语，欢迎的意思。我就说他们会很欢迎的吧。哦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之前在东郊苗寨那里，还稍微能听懂一点日常用语，这石梨山里的古苗语就完全听不懂了。他在看我。没有没有，你好得很。我觉得沈剑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盖内蒙在百崩，一些打蒙一拿一。下个季嘞，老白两倍。哦，别跟你大意。冇啊冇啊，够了，靠水饺。欢迎，蒙。刀。安娜，亲亲安娜。那个女孩在看你，可能有什么话要对你说。不用管她。啊？我一直都觉得沈剑清是个热情的人，没想到他也有这么冷漠的时候。
我和他并不熟悉，不用太在意。你刚才到底跟他说什么了呀？怎么那个老爷爷本来还横眉冷目的，没一会儿就笑逐颜开了？我说你们是客人，没有恶意，只是借住一段时间。我走过。阿娘牛奶好你杯。安排周瑜归京。这些苗民怎么又出来了？他们手里抱着被子、纸和衣服干什么？这些苗民看沈剑清的眼神很奇怪，似乎带着敬畏和忌惮。我一定是看错了。是给你们送东西，我那里东西不多，只能先来借大家的。我这，没想到你这小子这么吃得开。行啊你，兄弟！原先听你说的没错，还以为你是受了欺负才单独出去住。看来这里民风挺淳朴的，大家也互帮互助的。沈剑清，你真是帮了我们好多啊！等我们出去发表了调研文章，一定给你个二作。什么叫二作？哦，就是第二作者的意思，类似署名。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，这样。这是我们最有诚意的报答方式了。最有诚意，不是钱吗？以物易物，公平交易。现在变成二作了。这个是不同层面的诚意，主要看你。我才不要什么二作，也不要什么钱。这些对我没有意义。那你要什么？只要不是要咱们露露，那都可以给你。这说话怎么不过脑子呀？这是不尊重别人。对不起，我脑子让驴踢了。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对，不够一般见识。回去吧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好，走了，回去休息。好了，今天你也辛苦了，回去也早点休息。你们之后有什么需要，我都可以帮助你们。真的很感谢你。或许只有这样干净纯粹的地方，才会养育出这么干净纯粹的人吧。沈剑清手被擦胸口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胸口这里弄脏了吗？你手，给我。手？怎么？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口干什么？现在好了。哦。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先回房了。谢谢啦，谢谢。多亏了你。今天多谢了。明天一早，还得麻烦你带我们去寨子里走走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走了，咱们也回楼上睡觉。走吧，露露。今天又是迷路找路，又是爬悬崖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隐隐有种一路都在被安排好的错觉。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好新奇啊！希望是我想多了。那咱们今天就早点睡吧。走之前这床板还是光秃秃的呢，现在连床都给咱们铺好了。哇塞，这服务可以哈！我也回房了啊。真舒服。床果然铺好了。这些苗人未免也太热情了吧，跟我概念里的生苗族人完全不同。难道他们这样都是因为沈剑清？可沈剑清不是从小被他们排挤吗？这么看又不像啊。
算了，不想了，明天还要早起。这里的景色可真好，随便按一张都是高清壁纸。幸好相机有备用电池，省着点用，再顶个10天8天应该不成问题。留在这里多拍点素材，也好跟叶老师解释失踪的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。唉，也不知道叶老师有没有担心我。徐子荣他们3个怎么还没收拾好？真是磨叽。我可以看看这个吗？哦，这个是照相机，你见过吗？照相机？啊，我在洞江苗寨看到过别人用，但是我不敢去接近那些人。你看，照相机呢，可以把你看到觉得漂亮的，或者自己喜欢的画面留存下来。觉得漂亮的，或者自己喜欢的。因为照相机的存在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几百年前的照片，从中了解很久以前的故事。几百年前的故事，很厉害。对了，给你看个东西，找到了，你看。这是我，是我在洞江苗寨无意中拍到的。我一直都想要把这个照片给你，今天终于如愿了。你刚刚说他觉得漂亮的，自己喜欢的，你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？我那个这个照片不是我有意拍的，就是无意间看到才拍下来的。你别多心啊。啊，这样吗？那你可以教教我怎么用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拿着试试。为什么还是黑的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他玩相机的样子，就像个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一样。他怎么没有动静？哦，你要长按这个键，先开机。这样。啊，开了。对，摁这个就亮了。按这里，还有上下箭头。可以看之前拍过的照片。这样翻照片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他的呼吸好热，这是刚刚留下来的，真好。怎么留照片？是不是摁这个？对。怎么不清楚？他的手若有似无地擦过我的掌心，这个凉凉的，这个酥酥麻麻，这个是手指白皙修长，指腹却布满了老茧，食指的关节这里还有伤口，这伤口很奇怪，是2个小圆点，不像是割伤。倒像是被虫咬伤的。李玉泽，哦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着我的手发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太困了，刚有点走神。啊，
我刚刚按你教的做了，但是好像拍出来不清楚。我给你再演示一遍。算了，你捏着相机这头，我手把手教你吧。好，先转动这个，调整拍摄模式，转这里。太近了。然后看好你要拍的东西，先轻轻摁住这里啊，然后再摁下去。你看，是不是就拍好了？哦，拍的是我的房间，真神奇。我自己来。真的可以。已经学会了，你自己再试试。他们3个怎么还没好？李玉泽，你居然偷拍我！你看，我拍的怎么样？背景是昏暗的密林，像一只幽深不见底的眼睛。整个画面唯一的亮色，竟然是我身上的白衬衣。好诡异的画面。你拍得很好。我也觉得。我们来迟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昨天真的太累了，今天睡过头了。都怪你们把床铺得太软和了，这一躺下根本就不想起来。别给迟到找借口了，在冻江你也是这副德行。嗨，哎，你俩在做什么呀？哦，在教沈剑清拍照，他很感兴趣。嗨，小沈，你就是没见过这些。等你以后来盐城玩，我带你见识更有趣的东西。时间不早了，人齐了，咱们就出发吧。跟我来。哎，昨天晚上是不是下过雨了？这地有点滑呀。露露，你跟紧我，别到沟里去。哦。当心！太滑了，没错。一泽，谢谢你啊。小心小心啊！你没事吧？没。没事，那就走吧。好。沈剑清刚才一直瞪着我和温凌玉，表情似乎有点不满。难道说他对温凌玉？姐姐呢？那个女孩在叫你。安娜，简亲安娜。母娘谁去？哪弄娘内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安娜好像是哥哥的意思吧？沈剑清还说和这个姑娘不熟悉，冇呢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故意给大家过忙。莫想你。冇呢，我来说什么？我有些事情，不能陪你们一起了。你们自己四处看看，我很快就回来，别走远了。哦，你有事就去忙吧，我们自己逛逛。谋啊。沈剑清走了，我们就自己看看呗，反正乐得自在，是不是？应该有妈妈，还有闺女吧，还有这个笨虾。他们好像还是很害怕我们呀。不害怕的话，你想怎么着？在这留下一段孽缘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就事论事。哎，既然那些女孩走了，那我们也去那边玩玩吧。水看起来还挺清的，是不是可以去洗个脚啊？走。我看那些女孩也是把鞋脱了踩进水里的，应该没问题的吧？那你们先在这儿，我去四周转转，一会儿回来。哎呀，不就是农村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
不知不觉又走到这座石桥上了。每一条绢带上都绣着歪歪扭扭的苗族文字，每一个名字象征着一个曾经鲜活的人。那条绢带上写的是沈剑清。我一直以为沈剑清的沈是苗语的音译，难道这个沈其实是汉姓？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是汉族人？难道说这里不只是我们几个人来过？这条红绢带已经褪色了，说明这个人已经过世很久了。长眠在这么美的地方，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吧？这里的吊脚楼层层叠叠的，从高处往下俯瞰，应该会更壮观吧？时间还早，干脆爬上去看看。果然是生苗寨。吊脚楼之间只有狭长的山道相通，这么陡峭也没有扶手，台阶还都是凹凸不平的，稍不留神感觉就要掉下去。还好带了相机，等一下一定要拍一张俯瞰整个苗寨的全景。我手机好静音。那边山道上有人说话。我咕哝啊！我瞧瞧，好了娘的西，我手呢手背痒我。娘噻，鱼不够鱼皮的少。这个声音是沈剑清。我手呢掉了。他在跟人吵架。就是之前那个挽他手的姑娘。我手呢牙崩了。他俩站在一起的样子，好登对。蹦萌，鱼的牛呢？萌啊蹦啊！他俩不会是小两口拌嘴吧？那让我这个外人撞见就不好了，还是赶紧走。这是。有虫子！红到这么艳丽的虫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谁？那个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是你？我是刚好走到这里。你们吵得很大声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你居然没有生气？你，如果你有什么烦恼，可以告诉我。啊？我们是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呀。你有什么困扰，都可以跟我说。其实，她叫婉莹，是族长的孙女。果然，那天的老人就是这里的族长。讲喽。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够违抗族长的意思。族长就是这小小天地的主宰和神明。这简直可笑！现在都是自由社会了，
怎么还搞封建土皇帝那一套？他们欺负你了？啊，欺负？没，这受伤的小眼神，这不就是小孩受了欺负，心里委屈又不敢说的样子吗？你可以跟我说。欺负我？是的。你别怕，外面的世界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了，没有人可以随意掌控你的意愿。如果他们还敢欺负你，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真的，外面真的这样？真的，我保证。李玉泽，你不会不管我，会一直帮我。当然。我和婉莹算是有青梅竹马的情谊。从16岁开始，她就一直纠缠我。她是族长的孙女，我只是个死了爹妈的人。我为了避开他们，只能独自搬去了树林里。可这段时间，她的纠缠越来越深，族长也在施压。我真的快透不过气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之前就觉得你俩之间的相处氛围怪怪的。没有父母，就失了依靠。沈剑清说到底还是个年轻人，前半辈子就局限在这方寸天地，心思单纯纯净，哪里能斗得过他们？可是他们这种行为，跟逼婚有什么区别？你别急，我想想啊。哎呀，抢亲这种事情，我只在电视剧里见到过，现实生活中哪里碰到过呀？不过你别急，让我想想，总有办法的。我真的很害怕，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帮我。你别怕，李玉泽，你是第一个。你别怕，有我。李玉泽，你真的很好。